人这一辈子究竟能否挣脱常规的束缚，活出独一无二的全新姿态呢？或许这部电影可以给你满意的答案。男人引领着一位漂亮女人踏入屋内参观房子，外面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洒进来，将屋内的每一寸角落都照得亮堂堂。这绝佳的采光无疑是房子最为闪耀的优点。然而，与这耀眼优点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屋内竟没有安装空调。每至夏天，房子里会热得像烤箱一样。房间里唯一能让空气有那么一丝流动凉意的，就是这台老旧电风扇。一般人真的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居住。可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女人竟在这炎炎夏日里毫不犹豫地住进了这套犹如烤箱一般的房子。女人与房东是朋友关系，无需付租金，只是借住几天。房东一边带着女人在屋内四处参观，一边滔滔不绝、细致入微地介绍着房子的每一处细节，从透着古朴韵味的木质窗框，到历经无数岁月磨砂被打磨的光滑如镜的地板，桩桩件件事无巨细。谁又能想到，这个对马德里这座城市满怀深情厚谊的男人，此刻却要忍痛割爱，选择离开。准确地说，他是要逃离这座城市。原来每到夏天，马德里就如同被点燃的熊熊火炉，酷热难耐，那滚滚热浪让人喘不过气来。于是，一入夏，当地居民便集体开启逃离模式。转瞬间，整座城市便从往日的人潮涌动、喧嚣热闹，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而那些为数不多选择留下来的人，大多是因种种缘由误入歧途的游客。他们热衷于聚集在8月头2周举办的露天庆祝活动中，在热闹非凡的氛围里，试图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欢乐与慰藉。就在这个酷热难耐的时节，即将满33岁的单身女人伊娃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在这座城市。一大早，屋内便像个蒸笼一样闷热，伊娃被淹没在炽热的高温里。她迫不及待地冲到水龙头前，迅速接起一杯冰凉的自来水，仰头一饮而尽。刹那间，那股清凉之意瞬间驱散了口中的干涩与不适。尽管屋内已经足够酷热，但伊娃却还是走到窗边，拉开了遮挡烈日的遮阳板，让刺目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落在房间的每一处角落。随后，她缓缓走到沙发旁，轻轻坐下，任由滚烫的汗液顺着脊背肆意流淌，浸湿她的衣衫。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她的脸上竟寻觅不到一丝烦躁的痕迹，她的眼神平静如水，似乎这座城市的酷热对她而言，并非是难以忍受的折磨，而是她与这座城市、与当下生活进行独特对话的一种方式。在这闷热与阳光交织的奇妙氛围中，伊娃正以自己独有的姿态努力探寻着内心深处那个最真实的自我。她把鲜花精心摆放在抬眼便能瞧见的地方，娇艳的花朵为这稍显陈旧的房间添了几分生机。刚刚结束热水澡，走出浴室后的那股清凉驱散了周身的暑气。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房间里，湿哒哒的头发柔顺地垂落在洁白的肩头，水珠顺着发梢滑落在肌肤上，留下一道道晶莹的痕迹。这不经意间的模样，让本就漂亮的她又多了几分撩人的性感。她轻轻躺下，脑袋自然地转向窗外，外面传来游客们聚会的喧闹声。可伊娃并未觉得吵闹，相反，在这热闹之中，她感受到了一种不被打扰的宁静。傍晚时分，她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简单却温馨的晚餐。她一边悠然地吃着，一边看着电视，享受着这份独处的惬意。深夜时分，伊娃从家中翻出房东留下的书籍，泛黄的书页散发着岁月的气息。她随意翻开，在那些被标记过的章页里，一个个崭新的观点，一段段有趣的故事映入眼帘。她仿若与过去的读者进行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不知不觉间又增长了一点见识。就这样，伊娃在马德里度过了平淡却又满是独属于自己小确幸的一天。第二天清晨，阳光如金色薄纱般轻柔地洒在马德里的大街小巷。伊娃身着一袭明艳动人的红色裙子，身姿曼妙地漫步在大街上。她躺在树荫下的草坪上阅读，头顶的树叶想要落下亲吻伊娃的鼻尖，却又不忍心惊扰她沉浸在书海的视线，于是只能借助微风之力摇曳着，为树下的伊娃屏蔽刺眼的太阳光。她一边吃着解暑的雪糕，一边漫无目的地到处游逛，眼神中带着一丝迷茫，不知道该去往哪里。索性转身来到公交站台，让巴士带着她去游览这座城市。车上的乘客大多都是游客，这些人的脸上没有上班族下班后的那种疲惫与倦怠，眼神里满满的都是对下一站的好奇与期待。有人说，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去往别人活腻的地方，但我却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毕竟那些别人习以为常甚至有些厌倦的地方，却藏着你从未见过的绝美风景，也蕴含着独特的人文历史。就在这时，伊娃看到邻座的女人正专注地将所看到的风景和有趣的事物记录在本子上。女人的行为让伊娃心中有些不解，为何要在低下头记录上一个风景的时候，错过眼下稍纵即逝的美好呢？这些美好的瞬间，不更应该用眼睛去铭记，用心去感受吗？紧接着，女人站起身下了车，她来到博物馆里，仔细端详起这里的每一件文物。伊娃鬼使神差地跟随着女人的脚步，也去看一看女人刚才看过的文物。或许她内心深处正强烈渴望着能站在另一个人的视角，去重新认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此时，女人已在另一尊雕像前静静地陷入了新一轮的沉思。等女人转身离开之后，伊娃赶忙快步上前，带着几分好奇与期待，开始欣赏女人刚刚凝视过的雕像。伊娃的脑海中不禁泛起好奇，刚才那个女人在凝望这座雕塑时，她的脑子里究竟在思索些什么呢？这种好奇心看似无聊，实则充满趣味，起码在当下，它能让伊娃的心被填满，不至于空落落的。就在伊娃沉浸在对女人所思所想的好奇中时，一个五官立体如雕塑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旁。Eva, ¿Estás? Luis. Idiota.
Qué raro, ¿no? Estás como flaco así. 虽然两人是相识已久的老友，但从伊娃脱口而出的那句"你怎么瘦成这样了"中不难听出，他们已然阔别许久。两个久未谋面的挚友，竟能在遥远的另一座城市意外相逢，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感到庆幸与喜悦的呢？伊娃眼中满是惊喜，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紧接着，路易斯带着伊娃去参观一座他认为极为有趣的雕塑，他迫不及待地想与老友分享这份独特的发现。Entra por este agujerito de aquí. Y entonces, claro, el punto de luz del solsticio de verano es acojonante. 然而人与人之间对事物的热爱与感知并不相同。路易斯兴奋地感叹着这座雕塑的神奇之处，可伊娃的心思显然不在雕塑上，他只关心路易斯来这座城市的缘由。路易斯说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寻觅灵感创作文章。两人结伴同行，聊天时提及过往，他们上次见面还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那时的路易斯和伊娃都是一名普通职员，后来路易斯被老板辞退，如今回头再看，那次失业对他而言竟然成为了幸运。倘若当初没有被炒鱿鱼，他或许至今还在按部就班地做着普通工作，又怎会摇身一变成为凭借写文章谋生的自由职业者呢？更别谈开启别样精彩的人生了。人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未知与变数，在此我真心祝福屏幕前的你，愿你生活中的每一次转折都能成为更加美好的全新开始。路易斯抱怨这座城市真的热得让人无法忍受，他提议找一个能避暑又不用吹空调的地方小酌一杯，因为吹空调会让他生病。于是两人顶着烈日去寻找一处有遮阳的户外座位。户外座位采用喷冰镇水雾的方式降温，路易斯惬意地喝着冰镇啤酒，同时对当下新闻产业大发感慨，直言如今的新闻已没了往昔的严谨劲儿。或许是这滚滚热浪把大家的脑袋都搅浑了吧。在路易斯眼中，夏天就是个让人满心烦恼的季节。有人满心期待假日，可紧接着一堆问题就冒出来了：去哪儿度假？啥时候出发？和谁一同前往？预算又该准备多少？这些问题个个都能成为心头的烦心事。再想想那些在夏天分手的情侣们，路易斯觉得夏天实在是太糟糕了。然而伊娃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不少情侣的缘分恰恰始于夏天。他坚信炎热的夏天是最适合躺平的季节。不过他所说的躺平，可不是放下所有欲望摆烂，而是回归本真，做最真实的自己。在这个散漫随性的季节里，假期让人们更有机会去尝试那些平日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儿。因为夏天大家往往会放下许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如此一来，反倒拥有了更多将事情做得尽善尽美的契机。所以在伊娃看来，夏天是个更易追求并实现完美主义的黄金季节。现实生活中，属于我们的夏天也即将来临，真心希望荧幕前的你能在这个夏天绽放光彩，成为更出色的自己。路易斯和伊娃悠悠地漫步在街道上，一群老年夫妻正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他们身着传统服装，举手投足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优雅。伊娃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她兴致勃勃地对路易斯说道：在世界上众多舞蹈里，交际舞是少数由女性带领男性跳的舞蹈。随后，两人坐在一家食客爆满的餐厅里共享午餐，周围弥漫着饭菜的香气。伊娃对路易斯袒露心声，她从不曾为错过和某些人的交往而感到后悔，反而常常懊恼自己当初选择了和某人交往。现在她是单身，甚至打心底里希望自己永远别再坠入爱河。伊娃总是不由自主地担忧那些还没发生的事，既怕被别人伤害，又怕不小心伤害到别人。不过仔细想想，害怕有时也并非全然是坏事。虽说会因为这份害怕让他对许多事都不敢轻易尝试，可换个角度看，这份害怕也帮他避开了不少麻烦。夜晚，路易斯和伊娃勾肩搭背站在热闹的街头观看一场奇怪的表演。男人双手近乎疯狂地拨弄着乐器，发出一连串极端的音符，他对着乐器声嘶力竭地呐喊。而女人则站在高处，她手中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那些字好像在诉说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与男人的疯狂演奏交织成一幅奇特而又充满张力的画面。虽然看不懂牌子上写的什么，也听不懂女人在唱些什么，但却能清楚地感觉到这是一场沉重的表演。就在这个时候，伊娃再次看到了今天上午跟踪的那个女人，女人正全神贯注地观看这场表演，脸上洋溢着沉醉的笑容。伊娃看表演时始终没露出笑意，可当她瞧见女人脸上那灿烂的笑容时，她也不自觉地跟着嘴角上扬。深夜，疲惫的伊娃满心想着能赶快躺到床上好好休息，却发现门怎么也打不开。她这才想起，房东早就提醒过她这门锁有问题，想要开门需要技巧。房东也把开门的技巧仔细地讲给了伊娃听，但当时她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哪曾想现在这小问题竟让她在这疲惫不堪的深夜无家可归。无奈之下，伊娃拨通了好友苏菲的电话，要是苏菲此刻就在马德里，那她今晚就有了落脚的地方。幸运的是，电话那头的苏菲真的在马德里，伊娃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第二天清晨，伊娃在苏菲家中苏醒，苏菲正在给孩子喂饭，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用勺子把饭送进孩子嘴里，
而是把食物递到孩子面前，让孩子自己决定吃什么不吃什么。伊娃在一旁默默看着，心中不禁感慨，原来做母亲真是一门了不起的学问啊！这让伊娃对生孩子这件事愈发谨慎。伊娃向苏菲提起昨日偶遇了路易斯，她感慨，再度与那些失联的人相逢实在是件奇妙的趣事，就好像彼此从未中断过联系一样，毫无陌生感。苏菲开玩笑地埋怨伊娃从不主动给她打电话，话虽如此，但苏菲却依旧对伊娃满怀忠诚。自从有了孩子后，苏菲察觉到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了。以往那些常常约她外出玩耍的人，如今不再邀约，这让她不禁觉得自己已然成了社会边缘人。苏菲的这番话令伊娃瞬间陷入深深的内疚之中。伊娃眼神里满是歉意，她坦诚地向苏菲解释起来。Quizá me he apartado en cierta forma de ti, pero no por Julen ni porque seas madre y yo no, sino ido alejando ya antes de que naciera Julen, ¿no? Que creo que la vida nos ha ido cambiando, podríamos no vernos, ¿no? A mí me ha pasado con mucha gente y seguro que a ti también. 曾以为友情能抵御一切，可岁月流转，我们在忙碌间忘了给好友发消息。聊天置顶框里最后的消息定格在3年前的立冬，你问我要不要去吃涮肉，我回了个加班的表情包。组建家庭后，柴米油盐育儿琐事填满生活，那些年少时一起谈天说地、憧憬未来的日子，成为遥不可及的过去。我们在社会中为了生存与梦想奋力拼搏。你在酒局上学会用喉咙笑，我在提案书里驯化着形容词。不知不觉，我们都被打磨、被重塑。不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淡了，而是生活的轨迹不同了。生活像块粗粝的砂纸，把我们都打磨成适配不同卡槽的零件。成年人的告别是掌心的纹路，那些曾经缠绕的曲线仍在，只是被岁月撑开的皮肉稀释了交叠的轨迹。我们都在成为更好的容器，乘着各自的月光与风雪，把年少时不分彼此的琥珀酿成各自安好的春泥。可偶尔翻到旧合照，那些温暖仍会涌上心头，只是再也回不去了。伊娃回到自己的公寓楼下，紧闭着的大门依旧怎么也打不开。此时正值白天，无需顾虑打扰到邻居，伊娃摁响了邻居的门铃电话寻求帮助。很快，住在5楼那位热心的邻居便急匆匆跑下楼来给伊娃开了门。女邻居嘴角挂着温和的笑容，她极其耐心地向伊娃演示，讲解着用怎样的技巧才能顺利打开这扇大门。在女邻居悉心指导下，伊娃掌握了开门技巧，她再也不用担心被挡在家门外无家可归了。交谈之际，伊娃看着眼前的女邻居觉得眼熟，她猛地反应过来，眼前之人正是昨晚在街头表演那场令人费解节目的人。女邻居名叫欧卡，相谈甚欢的两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朋友。欧卡告诉伊娃，接下来的几天她都住在这里，要是伊娃碰上什么难题需要帮忙，尽管开口，不必客气。伊娃一回到家便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将一天的疲惫统统洗净。当晚，伊娃和欧卡便坐在路边摊，酒杯碰撞，两人边畅饮边聊天。伊娃每次看到欧卡，她就想起自己曾经那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她曾把自己幻想成导游，带着游客站在教堂门前，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讲解这栋建筑的独特之处，还有背后蕴含的宗教历史文化。她想象着游客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分享自己与信仰之间的故事。伊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象，是因为她想不明白，如今的人们怎么就这么难投入信仰呢？欧卡静静听完伊娃的话，他脸上浮现出由衷佩服的笑容。在这人心浮躁的社会，像伊娃这般关注信仰的人确实太少太少了。欧卡不禁对伊娃满心好奇，像伊娃这种思想深刻的人究竟靠什么谋生呢？于是欧卡忍不住开口询问伊娃是做什么工作的。伊娃说她曾经是个演员，只是后来演戏于她而言成了沉重的负担。比起在镜头前演绎别人的人生，她更钟情于在现实生活中展现真实的自己。在她看来，人活于世从事的工作本就无高低贵贱之分，不过都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罢了。欧卡继续追问伊娃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可伊娃就是不告诉他。紧接着，略带微醺的两人跟着音乐摇摆起来，他们的舞姿随性且自在，他们不在意围观者的眼光。此刻，他们的世界里唯有这肆意流淌的音乐，以及从心底满溢而出的愉悦，尽情享受着这份只属于他们的沉醉与洒脱。就在这时，有2个男人走上前来搭讪，其中一个男人将目光直直落在伊娃身上，他嘴角挂着一抹憨态可掬的笑，开口说道：“我这人挺笨的，可今天依旧过得特别愉快。”几人就此聊开，气氛轻松融洽。聊着聊着，才惊觉这座城市里正规的酒吧再过10分钟便要全部打烊。于是男人带着伊娃和欧卡一同前往另一家不打烊的酒吧。这是一家无照经营的黑酒吧，老板每次迎接客人后都跟做贼似的东张西望，而后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关上店门。伊娃直截了当地问了男人一个问题。Por ejemplo, antes cuando me has entrado pensabas que iba a pasar algo realmente. No, no te importaba. Te mola ser un poquito así un rato a los cínicos. 男人是一名教师，就连他自己都时常感慨命运实在奇妙。曾经与朋友一同组建乐队的他，怎么也想不到，机缘巧合之下，竟摇身一变成了教书育人的老师。几年前的一个盛夏，他跟随乐队来到马德里进行巡回演出。演出落幕，队友们纷纷踏上归程，他却对这座城市一见钟情，毅然决然选择留了下来。此刻，男人眼中闪烁着光芒，兴致勃勃地聊起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从马德里大街小巷传唱的经典歌曲，到那些陈
沉淀在岁月里的城市历史，每一个话题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他侃侃而谈的模样，让一旁的伊娃不禁为之动容，从他的眼神中能看到一点点的心动。然而，每当男人试图将话题引到伊娃身上，询问她的生活喜好时，伊娃总是巧妙避开，她始终拒绝谈论关于自己的任何话题。次日清晨，伊娃在房间中独自醒来，她起身走向窗边，打开窗户，暖烘烘的阳光倾泻而入，温柔地洒在她的脸庞，也为窗台的花朵镀上一层金灰。伊娃拿起手机给楼上的欧卡发去消息，商量着邀约昨晚搭讪的那2个男人明天一同前往河边游玩。欧卡欣然答应。到了约定之日，几人准时出现在河边，伊娃还特意叫上了宝妈苏菲。苏菲的孩子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大家兴致勃勃地带着宝宝下水游泳，而伊娃却因泳衣款式稍显暴露，便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静静地坐在岸边。从这举动不难看出，伊娃骨子里是个保守的人。她和欧卡都觉得昨晚那位男士与苏菲十分般配，堪称苏菲的理想型。伊娃一直渴望能有个孩子，可始终未遇到那个她愿意一起携手孕育新生命的人。反观欧卡，他早在4年前出于对未来生育的担忧，选择了取卵冷冻。那时的他想着这样就能避免上了年纪想要孩子却力不从心的窘境。可如今，欧卡却有些后悔当初取卵冷冻的决定。虽说他已经年过40，自然受孕的概率仅有5%，但他却决定放弃当初冷冻的卵子。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成为母亲的梦想。他想着，就看自己能否成为那幸运的5%吧。能顺利怀孕生子固然好，若是不能，他也不会为此遗憾。如今的他已然学会以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坦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可能。几人围坐在一起，享受野餐的惬意时光。2个男人拿起吉他随性弹唱起来，每一句歌词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点滴。苏菲年少时怀揣梦想，远离家乡，奔赴曼彻斯特拼搏奋斗，而如今身份转变为母亲的她，满心只想着带着孩子回到故乡，在熟悉的土地上陪伴孩子成长。男人感慨道，再过6个月，他在马德里就待满10年了，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在另一个城市。他时常思索，自己当初到底是因为真正的自我才选择离开的故乡，还是在离开故乡后才找到了真实的自我？这似乎成了一道无解的谜题。欧卡也分享起自己的经历，他曾在多个国家居住，每一次搬迁于他而言都是一场全新的开始。每到一个陌生而崭新的地方，他就如同做回了一张洁白的纸，能够毫无负担地开启新生活。那种初到新环境展开新生活时所拥有的蓬勃能量，令人无比喜悦且充满力量。正是这些契机让他不断蜕变。他对那些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满怀钦佩，在他眼中，那些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是有勇气在熟悉环境中探寻自我、追逐自由的勇者。但对于他自己而言，只有在不断变换生活之地，在不同文化与环境的碰撞中，反而更容易认清自己，找到内心的自由。而伊娃认为，无论身处何方，若没能真正从父母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便难以活出真实的自我。伊娃的话令人发醒，众人正沉浸在伊娃的话语中。突然，一个男人一把抱起伊娃，将她扔进了河水中。原本一直抗拒下水的伊娃，却在落入水中的瞬间也开始自在地游了起来。她索性脱去了原本用来遮挡泳衣的外套，在水中尽情舒展身姿。这一刻，她真的开始释放内心深处那个被束缚许久的自己。Una persona de verdad, ¿cómo se llega a ser quien uno es?究竟要怎样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呢？或许就是放空思想，享受当下的愉悦，遵从内心的感受吧。这天，伊娃静静地坐在阳台上，观察着大街上往来如织的人群。忽然，她瞧见一群人抬着一尊雕像，虔诚地一路膜拜前行。那些有信仰的人身上满是笃定与坚毅。伊娃看着那些人无比坚信的模样，她心中像是被什么猛地触动了，她的眼眶渐渐湿润。在这喧嚣的尘世中，这一幕信仰的画面，竟如此轻易地扣开了伊娃内心深处那扇柔软的门。这天，伊娃来到电影院售票处，正准备购买新一影片的门票。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她的视线，竟是她的前男友。刹那间，往昔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要知道，他们初次邂逅便是在这家电影院门口，而如今分手后的2人已足足3个月未曾谋面。前男友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他坦诚自己曾无数次幻想过会在这儿碰到伊娃，没想到真的在这里偶遇了。前男友认为2人的缘分未尽，于是他邀请伊娃一起去喝一杯。伊娃毫不犹豫的礼貌却又坚决地拒绝了对方的邀请，随后便匆匆离开了电影院。然而到了深夜的时候，伊娃又后悔了，不过并非因为错过与前任的相聚，而是懊恼错失了那场期待已久的电影。于是第2天，伊娃再次来到这家电影院，买下了昨天错过的那场电影票。伊娃满心期待着电影的开始，可很快她发现，真正让自己兴致盎然的并非大荧幕上的故事，而是后排2个女人趣味横生的聊天。电影散场之后，伊娃直接找到那2位女士，她目光真诚、开门见山地表示：“我对你们刚才聊的话题特别感兴趣。”其中一位名叫玛利亚的女人大方回应，她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第2天，玛利亚准时登门，伊娃的心砰砰直跳，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既好奇又紧张。玛利亚不慌不忙，先拿出几支蜡烛，点燃
放入透明碗中。他温柔地看向伊娃，轻声叫他闭上眼睛。紧接着，玛利亚对着掌心吹了一大口热气，随后双手缓缓伸平悬浮在伊娃头顶。就这样持续了几分钟。随后，玛利亚对着伊娃的脑门、锁骨、手心依次各吹一口热气。吹完手心后，玛利亚指引伊娃用温暖的手掌捂着腹部，又对着伊娃的手背吹了一口热气。之后，玛利亚用自己的手为伊娃暖脚，一切准备就绪。玛利亚拿起一条红色毛毯包裹住伊娃的头，接着她又取来绿色毛毯将自己的头也轻轻裹住。最后，两人面对面坐着，玛利亚轻轻闭上双眼，房间里顿时安静的只能听到彼此轻微的呼吸声。不久之后，伊娃缓缓睁开双眼，眼眶中早已噙满泪水。玛利亚拿来之前点燃的蜡烛递到伊娃面前，示意伊娃吹灭它。紧接着，两人端起碗仰头将水一饮而尽。至此，玛利亚此次的服务正式结束。伊娃沉浸在刚才的体验中，心中满是感慨。这次体验太奇妙了，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暖流在缓缓游走，说不出的舒服与放松。伊娃和玛利亚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他们相聚时谈论的话题大多围绕着女性的身体，尤其是痛经给女性带来的痛苦。第二天傍晚，伊娃独自来到一处人群聚集的地方。在8月11日和12日之间的夜晚会出现流星雨，这个夜晚被人们赋予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圣罗伦斯之泪。众人满怀期待，静静守在这里，等着夜幕降临，好尽情欣赏流星雨。伊娃置身于人群之中，目光扫过周围一张张充满憧憬的脸庞，而后转身悄然离开了人群。在他看来，美好的事物未必非得在特定的地方才能欣赏，繁星不会因地点变换而失去光彩，换个地方同样能邂逅流星雨的浪漫，说不定还会收获别样的惊喜。伊娃不经意间目光扫向不远处，只见路易斯正和一个女人紧紧依偎在一起，仰头望着天空中的流星，而路易斯怀里的那个女人竟是电影开头伊娃跟踪的那个女人。此时，女人正跟路易斯解释流星究竟从何而来。路易斯听得入神，脸上挂着久违的惬意笑容。伊娃静静地凝视着这一幕，心中泛起丝丝暖意。她由衷地为路易斯感到高兴，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路易斯才能从上一段失败的感情中走了出来。随后，伊娃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她瞥见一个男人钻过高架桥的护栏，独自站在桥边。伊娃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她快步上前，轻声问男人还好吗？男人神色平静淡淡地说他没事，叫伊娃不用担心。可伊娃的直觉却告诉她，这个男人有轻生的念头。伊娃顾不上维持淑女形象，果断钻过护栏去拯救那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两人聊起了此刻的风，聊起了远处的山和乡村的别墅。其实男人根本没有轻生的念头，男人心底总有种难以言说的漂泊感。世界广袤无垠，可寻寻觅觅至今，他始终未能觅得一处能让心灵安宁、赋予他归属感之所。这种无根的状态，就像置身于茫茫大海，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岸。伊娃神色中带着几分骄傲，轻声说自己出生在这座城市的郊区，每至这个时节，他都会来市中心度过夏天。他眼神闪过一丝迷茫，坦言和男人一样，对于往后会在何方定居毫无头绪。言语间，两人像是找到了共鸣，一种微妙的默契在彼此心间悄然生长，无需过多刻意。这份同病相怜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朋友。第二天清晨，伊娃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打发时间。之后，她拿起手机对着阳光摆弄，玩起了折射游戏。一整个白天，她都宅在家里，直到夜幕降临，伊娃才和朋友们一起走上大街，开启夜生活。在一个活动现场，伊娃意外碰到了昨晚站在高架桥上的那个男人。原来，男人是这场活动举办方的工作人员。男人忙着招呼客人，没留意到伊娃，伊娃也没有上前打扰。他和朋友们小酌几杯之后，带着3分醉意在舞池中尽情狂欢。狂欢过后，舞台上的歌手唱起一首饱含深情的爱情歌曲。伊娃不经意间回头，竟看到欧卡在这里遇到了爱情。伊娃并未感到震惊，她的眼中满是为朋友高兴的神色。深夜，伊娃回家路过高架桥时，竟又遇见了昨晚的那个男人。鬼使神差般，她开始悄悄跟踪男人，最后跟着男人走进了暗巷里的一家酒吧。伊娃毫无遮掩地走到男人身旁，在短短24小时内，她与男人偶遇了3次。伊娃认定这是奇妙缘分的招式，可男人却显得极为淡然。他向伊娃解释，自己在此是为了等朋友下班，那位爆炸头美女服务员便是他的朋友。而伊娃的目光此时被另一个爆炸头男人吸引，她兴奋地说道：“原来爆炸头男人就是今晚在舞会上演奏音乐的明星。”伊娃特别喜欢爆炸头的演出，可她却不好意思上前夸赞。听了男人的话，伊娃便前去夸赞爆炸头。Muy bien, nada, no os molesto más. Gracias, ¿eh? Gracias. Venga, gracias, chao.
伊娃回到男人身边，再度兴奋地夸赞那些明星十分友善。男人神色淡定回应道：“这没什么可兴奋的，那些明星和大家一样都是凡人，不过是机运比普通人更好罢了，本质上与常人并无不同。”听闻男人这番话，从男人刚才说那句明星只是机运比我们好里，伊娃洞察到男人或许是个生活不如意的失败者，于是他不假思索直接开口问道：“男人并未觉得被冒犯，反而心平气和地表示自己的生活有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可能。紧接着，伊娃提出要与男人玩一场小游戏。游戏结束后，两人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话题聚焦于人生中最后悔之事。男人坦言自己不知如何做好父亲，8岁的女儿几乎未曾得到他的陪伴，总是跟着妈妈和妈妈的男友生活。从酒吧出来10天已微微亮，男人向伊娃发出邀请，称室友搬走了，打算将空余空间出租，而伊娃恰好正在寻觅租房，便欣然跟随男人前往家中看房。途中，男人告知伊娃，家中还住着另一位音乐家室友。到家后，两人先喝了杯自来水，随后男人开始向伊娃介绍房间，房间采光极佳。就在此时，伊娃突感一阵眩晕，她对着男人说道：“一番亲密接触后，男人陷入沉睡。伊娃随后乘坐公交车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她满心都在思索大姨妈为何迟迟不来，难道是怀孕了？回到家之后，她站在镜子前仔细审视自己的肚子，难道自己怀的是前男友的孩子？然而她并未前往医院检查，而是选择等待，任由即将发生的一切自然降临。次日，伊娃再度与男人约会，同行的还有男人的女儿，三人一同逛街，场景融洽。随后，男人因工作事务缠身，不得不先行离开，独留女儿与伊娃相伴。女孩直接问伊娃。Sí, puede ser. Lo estoy pensando ahora. Estás embarazada. 伊娃面对女孩的询问，她只是微笑着，并未深入探讨自己是否怀孕一事。她将目光投向不远处正忙碌工作的男人，眼中满是深情。片刻后，伊娃带着女孩一同踏上散步的路途。电影至此便结束了。导演用开放式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空间。伊娃的未来充满变数，她是会跟男人共度余生，还是继续飘无定居寻求真我呢？人们总在追问活出自我的答案，却始终困在现实的迷宫里。伊娃的夏天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个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朝9晚5的上班族在空调房里重复着数字人生，单身者在深夜刷手机时被孤独刺穿心脏，已婚人士在学区房和兴趣班之间磨损着爱情。我们像被装进透明盒子的标本，明明看得见星空，却永远隔着层打不破的玻璃。而伊娃的选择揭开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真正束缚我们的从来不是烈日或寒冬，而是对正常的过度驯化。那个拒绝空调的老屋，恰似当代人不敢挣脱的舒适圈。我们忍受着精神的闷热，却害怕打开窗户后飞进来的蚊虫。当白领在格子间里计算 KPI 时，伊娃在滚烫的地板上感受汗水的流动轨迹。当已婚者在家长群里比拼孩子的吃喝穿用时，苏菲让孩子自己选择食物。这些看似微小的异常，实则是对生命本质的重新校准。人生突围的密码，或许就藏在那些不合时宜的瞬间。像路易斯被裁员后成为作家，像欧卡在不同国度把自己变成白纸，像这名乐队主唱背井离乡留在喜欢的城市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真正的自由不是反抗所有规则，而是在世俗期待的齿轮里找到允许自己卡壳的间隙。那些在深夜加班的我们，何尝不能在地铁末班车上写首诗，围着孩子转的母亲，何尝不能保留每周3小时的独处时光？生活最锋利的真相是，没有完全正确的活法，只有永不停止的自我对话。就像伊娃最终没有确认自己是否怀孕，我们也不必急着给人生盖上确定的邮戳。或许真正的成长，是学会与迷茫共生，在不确定中打捞确定的瞬间，可以是清晨窗台上的第一缕光，也可以是陌生人的一次掌心温度。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们，不必执着于选哪条路，而是要成为那个带着指南针上路的旅人。当忙于工作的年轻人在地铁通道听见街头艺人的歌声，当全职妈妈在晾衣服时发现云朵的形状，当程序员在代码间隙写下第1024行时，这些瞬间的裂缝里照进来的何尝不是属于自己的星光？人生这场盛大实验里，最勇敢的课题或许是允许自己成为漏水的容器，在破碎与重构中活成一条永远向前的河流。